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今天我们用香蕉和鸡蛋来做好吃的。首先准备2到3根香蕉，去皮，然后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2个鸡蛋打入碗中，然后加几滴白醋去腥。再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。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香蕉里，再加200毫升纯牛奶，然后全部倒入料理机里，选择果蔬键打成香蕉奶昔。打好之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加4颗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充分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粉溶解，再加入150克玉米面，200克普通面粉。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像这种粘稠的面糊状就可以啦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里冷藏发酵1个晚上，早上起来可以直接用。再准备适量的葡萄干装入碗中，加1勺面粉，抓拌均匀，让每粒葡萄干都裹上1层面粉。再倒入清水清洗干净，要多洗几遍。这样能彻底的洗掉葡萄干里的灰尘，看一下非常的干净，然后控干水分备用。再加入适量的蔓越莓干，然后把它们切得更碎一点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装入碗中备用。早上起来先把我们的面糊取出来回温，这样面就发好啦，里面充满气泡。再把果干加进来，充分搅拌均匀，顺便给面糊排排气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再次发酵10分钟。电饼秤提前刷油，先不用预热。再把醒好的面糊倒进来，然后用勺子把表面抹均匀，抹平整，然后撒点熟芝麻，好看又好吃。然后上下火开启，打开馅饼模式，盖上焖7分钟左右。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香蕉牛奶味，烙至2面金黄，大饼全部都鼓起，并且能闻到浓浓的香蕉味道。用铲子摁压，立刻回糖不塌陷，就已经熟啦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香喷喷的早餐饼就做好啦，非常的松软又香甜可口，再配上1碗稀饭，真的是非常不错。这里添加了玉米面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。看一下，非常的松软，里面满满的都是酸酸甜甜的果干。这样做的早餐饼，挑食的宝宝也能吃得饱饱。酸甜开胃又营养，如果吃不完，第2天可以放蒸锅里回温一下，一样的松软可口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把土豆和粉条放油锅里炸一炸，出锅居然这么好吃，做法很有创意。这个做法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吃过。出锅满屋飘香，大人和孩子都非常的爱吃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2个漂亮的大土豆，削去外皮。我们在选土豆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黄心的土豆，因为黄心的土豆口感和味道都是最好的。去皮之后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粗条，最后改刀切成小方块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开之后再把土豆倒进来，焯一下水，这样可以去除土豆的生味，还可以让土豆收得更加均匀。煮土豆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大概煮1分钟左右就可以。时间到之后，把它控水捞出来，再放入凉水里面过凉。过凉后的土豆口感会更好。
过凉之后再给它取出来，控干水分，放入大碗中。接下来在碗里面加入2勺玉米淀粉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土豆表面都裹上一层淀粉。拌匀之后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先放一旁备用，然后锅中加入多一点的菜籽油。我们在做油炸菜系的时候，最好是选择菜籽油，因为菜籽油烟点高，炸出来的东西会更加的好吃。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油热之后放入一把粉丝，把粉丝炸至膨胀起来。这个过程看起来就非常的治愈。把粉丝两面都炸熟炸透，炸好之后再控油捞出来，放入大碗里面。然后准备一个大勺子，把粉丝压碎，也不要压得太碎了，要不然口感就不好了。最后压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把裹好粉的土豆放入锅中炸一下，炸的时候要像这样不停地翻动，让土豆受热更加均匀。开中火慢慢炸，把土豆的表面炸至金黄，把土豆炸熟炸透，炸至全部都漂浮上来，像这样金黄色就可以啦。然后控油给它捞出来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半碗清水，1大勺白糖，开小火把白糖熬至融化。这个过程要开小火慢慢熬，火大了容易熬糊了。最后把糖浆熬至稍微有一点点变色，起密集的泡泡就可以啦。然后关火把土豆倒进来，快速的翻拌均匀，让每一个土豆表面都裹上糖汁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它倒入粉丝的碗中，然后用手快速的翻拌均匀，让土豆表面均匀的裹上粉丝碎。最后像这样就可以啦。装入盘中，一道香甜酥脆的雪花土豆就做好啦，好看又好吃，外皮酥酥脆脆的，里面还非常的柔软，吃上一口就停不下来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很多朋友在炒茄子的时候都是先放油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，那样做出来的茄子会吸收很多油。今天教你正确的做法，炒出来的茄子不吸油不发黑，好吃又下饭，而且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新鲜的茄子，茄子要选择这种颜色明亮的，而且用手摸起来非常的有弹性，这样的茄子才比较新鲜。清洗干净之后，先把根蒂切去，不要，然后再把茄子从中间对半切开，然后再改刀切成滚刀块。全部切好之后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碗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没过茄子，在碗里面加入多一点的白醋，因为白醋防氧化能力很强，所以茄子不容易发黑，而且白醋还可以破坏茄子的内壁，在炒的时候不容易吸油。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扣上一个盘子，放一盘浸泡1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青红椒，把辣椒籽去掉，不要，然后从中间对半切开，再改刀切成小块。再把青椒也用同样的方法切成小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几瓣大蒜，先用刀拍扁，这样能够激发出大蒜的香味。大蒜和茄子是绝配，炒茄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少了大蒜。然后再改刀剁成蒜末，剁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改刀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3勺生抽，2勺香醋，
1勺老抽调色，1勺蚝油提鲜，1勺白糖提味，最后加入半碗清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茄子也浸泡的差不多啦，看一下一点也没有氧化变黑，然后用手搅拌均匀，控干水分捞出来，放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在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抓拌均匀之后腌制5分钟，腌出茄子中的水分，这样腌过的茄子不容易吸油。5分钟之后，我们的茄子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然后用手把茄子里面的水分挤干，挤干之后装入大碗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茄子都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，这样炒茄子的时候不容易吸油，而且还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锅烧热，不用加油，直接倒入茄子，先把茄子煎一下，把茄子的水分煎干，煎至茄子变软，表面微微花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给它盛出来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少许油，油热之后把葱蒜末加进来，再加入1勺豆瓣酱，中小火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，炒出酱香味，炒香之后再把茄子加进来，然后开大火翻炒1分钟，把茄子炒软之后再把青红椒加进来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，然后开大火翻炒均匀，收一下汤汁，把汤汁收至浓稠，这样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像这样就可以啦，然后关火就可以出锅啦。哇，好香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样做出来的茄子开胃又下饭，而且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炸小鱼到底是放面粉还是放淀粉？很多人都搞不清楚。今天教你正确的做法，保证你炸出来的小鱼焦香酥脆，连鱼刺都可以吃，放凉了也不会回软。首先准备适量的小鲫鱼放入大盆里面，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把鱼清洗干净，特别是鱼肚子里的黑膜一定要清洗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才不会有腥味。全部清洗干净之后放在菜板上晾干水分，然后在鱼身上打上花刀，鱼尽量买的小一点，这样炸出来会更加的酥脆，更容易炸透，连骨头都可以吃。改刀成像这样就可以啦。全部处理好之后放入大碗里面备用。再来准备1块生姜，给它拍碎，这样能够激发出生姜的香味。拍碎之后再改刀剁成姜末，剁好之后直接放到小鱼里面。再来准备1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把葱白拍一拍，葱白拍碎之后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放到小鱼的碗中。再加入1把干辣椒，1把花椒，1个八角，1勺胡椒粉，1勺五香粉，1勺料酒，1勺白醋，加白醋可以软化鱼刺，1小勺盐，然后用手轻轻的抓一抓，把葱姜的汁水抓出来。抓出葱姜水之后，再充分的抓拌均匀。葱姜不仅是调味料，而且它们还可以去腥，还是天然的嫩肉剂。大概抓拌2分钟左右，抓拌至小鱼入味，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一旁腌制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，我们的小鱼就腌好啦。这个时候的小鱼就已经非常的入味了。然后把腌好的鱼挑出来，调味料就不要啦。接下来准备1包炸小鱼用的小酥肉专用粉，
这个才是炸小鱼酥脆的关键。一袋酥肉粉是100克，倒入盘中。不管家里炸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小酥肉专用粉，能让炸出来的美食更加的酥脆，更加的香。而且做法简单，不用加鸡蛋，也不用加水。然后把腌好的小鱼放到酥肉粉里面，裹上一层小酥肉粉，像这样薄薄的裹上一层就可以。全部裹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5成热，放下筷子，周围能够起密集的小泡泡，就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再把裹好粉的鱼一条一条放进来。刚下锅的时候，先不要着急翻动它，让它炸至表面定型，然后再慢慢的翻动，这样表面的酥肉粉就不容易脱落。表面定型之后，用筷子慢慢的翻动，让它受热更加均匀，全程都用中小火慢慢炸。如果火大了，外面炸酥了，里面还没有熟透，全程大概20分钟左右。像这样炸至表面金黄酥脆，用筷子夹起来感觉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这样炸出来的小鱼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，金黄金黄的。然后一条一条给它控油捞出来。这时候的小鱼表面已经非常的酥脆了，如果想要吃里面也酥脆的，然后把油温再次升高，把炸好的鱼再次放进锅中复炸一遍。这样复炸过的鱼吃起来里外都是酥脆的，连骨头都酥得掉渣。复炸的时间也不能太长，不然吃起来鱼有糊味。1分钟之后就给它控油捞出来。看一下我们这样炸出来的鱼，非常的焦香又酥脆，色泽金黄诱人，闻起来就非常的香，非常的酥脆，而且连骨头都可以吃，就不用担心会吃到鱼刺了。用它来下饭下酒当小零食都非常的不错。我们这样炸出来的鱼凉了也不会回软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入味又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碗排骨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出锅没想到那么好吃，不用煮，不红烧，也不油炸，吃起来鲜香美味，好吃又下饭，做法还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适量的排骨，把它切成小块，如果嫌麻烦也可以让老板给切好。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1勺面粉，然后下手充分的抓拌均匀。我们这里加入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面粉里有很强的吸附性，可以吸附掉排骨里面的杂质和血水，这样我们在做排骨的时候，即使不焯水也不会有腥味，抓拌至有一点点粘手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往里面倒入清水，把排骨表面的面粉和盐清洗干净。我们用清水多洗几遍，把排骨清洗干净，把水起至清澈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控水拉出来，放入大一点的碗中。再准备1小块生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切成姜丝，切好之后放入排骨里面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给它拍一拍，拍碎之后切成长长的小段。切好之后放到排骨里面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把葱姜水抓出来，这样可以很好的去腥，而且还可以使做出来的排骨更加的鲜嫩。这样处理过的排骨，我们吃起来就只有香味，没有腥味了。抓拌3分钟左右，然后放一旁腌制15分钟。接下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，先改刀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再给它剁成蒜末，剁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
再来准备一把小葱，把葱白部分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和蒜末放在一起，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，一勺蚝油，一勺香油，一勺胡椒粉，一勺盐，一勺老干妈豆豉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排骨也已经腌好啦，然后给它搅拌搅拌，再把里面的葱姜挑出来不要，挑干净之后再往里面打入2个蒸起的鸡蛋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抓拌均匀之后再加入2勺玉米淀粉，然后继续下手抓拌均匀，抓拌至没有干淀粉，像这种粘稠的状态就可以啦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排骨一块一块放进来，开小火慢慢煎，排骨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，煎至一面金黄之后再给它翻一面，全程都要用小火慢慢煎，大概煎2分钟左右，把2面都煎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把它夹出来，装入大一点的碗中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，继续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料汁。抓拌均匀之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，腌制排骨入味。再来准备一块南瓜去皮，南瓜搭配排骨非常的好吃，没有吃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去皮之后再把里面的南瓜籽和南瓜瓤掏出来，然后再改刀切成小块，这样大小均匀的小块就可以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。这时候我们的排骨也已经腌好啦，这时候的排骨就已经非常的入味了，然后给它一块一块夹出来放到南瓜里面，然后再把碗中的料汁也倒进来，平铺在上面，给它整理平整。整理好之后直接放到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蒸3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。南瓜吸足了排骨的汤汁，非常的入味又好吃。最后再撒点葱花点缀，一道非常好吃的南瓜蒸排骨就做好啦。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好看又好吃，排骨吃起来特别的鲜香又入味，搭配上南瓜吃起来香而不腻。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黄豆别只会打豆浆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放到锅里蒸一蒸，出锅瞬间变美食。一位农村的老奶奶就靠这道菜在北京买了3套房，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倒入500克的干黄豆，再加入适量的凉水，浸泡8个小时左右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用凉水，不要用其他的水。这是我泡好的黄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变得胖乎乎的，颗粒饱满。然后把它控干水分，全部倒入蒸笼里面，把它平铺均匀。家里有条件的还可以加入一把花生米，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大火蒸1个小时。如果家里有高压锅，也可以用高压锅压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。我们取一颗黄豆出来，用手轻轻的捏一下，感觉到黄豆非常的软烂。花生米也是一样，非常的软烂。这种状态就说明已经蒸好了，然后放一旁放凉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半斤这样的甜面酱，1斤黄豆我们要用半斤酱，准备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些香料，准备1把花椒，几个八角、香叶、桂皮，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加一些干辣椒。再来准备一些切好的姜末、葱花，这个葱花要多一点，
比姜末多1半左右。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起锅加入多一点的花生油，如果没有花生油也可以用其他的油，油的用量大概500毫升左右。然后把准备好的香料倒入锅中，开小火慢慢熬。如果火太大了，容易炸黑了，把这些香料炸至微微花黄就可以。如果炸糊了会发苦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准备一个密集点的漏勺，把所有的香料都打捞出来不要。这时候我们的油闻起来非常的香。然后转中火，把葱花和姜末倒进来，用铲子慢慢的搅拌，让它受热均匀，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。这里炒的时间不用太长，如果炒糊了容易发苦，炒至变色就可以。然后把准备好的甜面酱倒入锅中，这个勺子和碗一定要刮干净了，不要浪费了。然后小火慢慢熬，用油把这个甜面酱熬出酱香味，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。熬出香味之后，再把放凉的花生米和黄豆也加进来，然后我们来调味，加入2大勺食用盐，再加入1勺味精，1大勺鸡精，白糖1大勺提鲜，最后加点蚝油。蚝油有很好的提味提鲜的作用，再加入适量的老抽，颜色更加的漂亮。然后开中火，用铲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的调料充分的融合，大概需要熬10分钟左右，把花生米和黄豆里面的水分熬干，这样还能够延长保质期。这是10分钟后的效果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黄豆酱非常的有食欲。这时候满屋子都飘着浓浓的酱香味，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啦。然后把熬好的酱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放凉之后再放入冰箱里冷藏保存，放上2个月都不会坏。平时我们用它来夹个馒头，或者是拌个面条，都非常的好吃。自己做干净又卫生，也可以用保鲜盒或者是密封罐来保存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饭店里炒的花甲为什么这么好吃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，切记我们在炒花甲的时候不要焯水。教你一个炒花甲正确的做法，按照我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花甲鲜嫩入味，干净无沙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我早上在菜市场买的2斤花甲，我们这里的花甲10块钱1斤。我们在买花甲的时候一定要买肥一点的，吃起来比较过瘾。接下来往花甲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我们来回晃动花甲，这样可以把花甲晃晕了，它们就可以老老实实的把沙子吐出来了。这也是海边的一位老渔民教我的方法，非常简单实用。给它摇晃1分钟左右，然后加入清水浸泡1个小时，让花甲吐一吐沙。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切成薄片，1块生姜切成薄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几个小米椒，也可以用干辣椒来代替小米椒，不吃辣的朋友可以不用。切好之后和姜蒜放在一起，再把清洗干净的小葱切成小段，清洗干净的香菜也切成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。花甲泡好之后，再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，这里一定要多清洗几遍，把水起至清澈为止，这样才不会有沙子。清洗干净之后捞出来装入盘中，控干水分。接下来锅中不用放水，也不用放油，把控干水分的花甲倒入锅中，然后沿着锅边淋入少许的料酒去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给它焖1分钟左右，让花甲自然的开口。这样做出来的花甲鲜嫩不老，而且营养还不会流失，这也是海边人经常用的方法。花甲全部开口后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把它盛出来倒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加入少许食用油，
油热之后，把葱姜蒜和小米椒加进来翻炒，开小火炒出香味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麻烦您伸出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炒香之后加入少许生抽，适量的蚝油提鲜，继续翻炒出酱香味，然后倒入煮花甲的原汤，加入少许的鸡精，盐就不用放了，不然就咸了。再淋入少许的淀粉勾芡，把汤汁收得浓稠一点，这样的花甲吃起来更加的入味。看一下熬至这种状态就可以啦，然后再把花甲倒进来，这个时候开大火翻炒，让汤汁均匀的包裹在花甲上面。炒匀之后再加入香菜和小葱，继续翻炒均匀，把小葱和香菜炒至断生。小葱断生之后就可以出锅啦，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非常好吃的辣炒花甲就做好啦。这样炒出来的花甲鲜嫩多汁，而且没有一点沙子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下酒又下饭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面粉别总是蒸包子做馒头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简单又好吃的做法，比馒头营养，比包子简单，比油条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小葱，切成葱花，葱花可以多切一点，多放点葱，香气浓郁，会特别的香，也非常的入味，特别的好吃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青椒，去头去尾，然后对半切开，再把辣椒籽去掉，不要。然后先改刀切成长长的细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青椒的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含有维生素 B、维生素 C，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点青椒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2根孩子特别喜欢吃的火腿肠，先改刀切成薄薄的片，最后切成小碎丁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个去皮的胡萝卜，先改刀切成薄片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小碎丁，尽量切得碎一点，这样比较方便后面的操作。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400克普通面粉，加入4颗酵母粉，1小勺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这个酵母粉充分的融合到面粉里面。搅拌均匀之后加入青椒、胡萝卜、火腿肠、葱花，然后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这些配菜和面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搅匀之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，像这样一边加一边用筷子不停的搅拌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水一定要少量多次的慢慢加进来，一直搅拌至像这种面絮状，然后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我们在揉面的过程中，如果太湿了，可以加少许的干面粉，把它揉成一个稍微光滑一点的面团就可以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半个小时左右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3勺面粉、1小勺盐、1勺五香粉，最后加入半勺胡椒粉，然后淋上烧开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简单又很香的油酥就做好啦。这时候我们的面团也已经发酵好啦，发酵好的面团体积明显变大，看一下里面全是蜂窝状，用手拿起来感觉轻飘飘的，像这种状态就说明已经发酵好啦。然后我们把面团取出来揉一揉，排排气，揉个3-5分钟左右，再把它搓成长条。揉好之后再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，
第一个面剂要切得稍微大一点，后面的面剂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，然后把面剂揉圆，再用擀面杖擀开。我们尽量给它擀得圆一点，擀得大一点，像这样1元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全部擀好之后，我们在大面饼上刷上一层油酥，均匀的把它刷开，边缘留出3厘米左右，不要刷到。刷好之后，再盖上一张小面饼，然后再刷上一层油酥，这层油酥可以把小面饼全部都刷满。刷好之后，再盖上一张面饼，像这样一张重复叠上一张，把所有的面饼都刷上油酥，把所有的面饼都像这样重复的放上去。最后一张面饼就不要刷油酥，然后我们在第一张面饼的边缘抹上清水，这样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。全部刷好之后，像这样把它包起来，覆盖住最后一张面饼的边缘1圈，像这样一边包一边按压，让它粘得更加牢固一点。全部包好之后，用手轻轻地按压几下，然后把做好的生坯翻个面，表面上刷上一点清水，然后再撒上一把芝麻，点缀又能增香。然后用擀面杖轻轻地擀一擀，让芝麻粘得更加牢固些。擀好之后，直接放到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左右。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，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像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水烧开之后大火蒸25分钟，时间到之后关火再焖5分钟。5分钟之后马上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，有火腿和青椒的香味。用手按压能够迅速回弹，就说明已经熟啦。然后把它取出来。我们这样做出来的千层饼，锅里蒸出来的，吃多了也不会上火。里面有多种蔬菜搭配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添加了火腿肠增加口感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的爱吃。里面是一层一层的，层层分明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办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